就在此前的5月份，曾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公布的2022年度军费开支为 3.5 万亿卢布，换算下来就是560亿美元左右。而从2016到2021年，俄罗斯历年的军费则为 692.5、669.1、616.1、652以及691.1亿美元。整体看下来呢，呈下降趋势。随之而来的就是俄军内部过期军粮、车辆故障、缺少无线电、部队兵力不足以及士兵自费购买装备的出现，军队严重腐败，影响了俄军在前线作战的表现。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腐败是如何一步步摧毁俄罗斯军队的。在此前，透明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从2008到2020年期间，俄罗斯前任和现任高层官员在世界上85个国家拥有超过28000处房产，而且贪腐的不仅仅是高层官员，就算只是俄罗斯的中层官员，如果其人生目标是要去西欧那边安居乐业，或者让自己的孩子去豪华的英国学校读书，那么贪腐就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快方式。这也导致了俄内部诈骗和走后门屡禁不止。比方说，遍布 YouTube 的俄罗斯行车记录仪视频，就是因为司机想要用其防范行人的碰瓷敲诈。与俄罗斯所有国家机构一样，在军队的各个层面也都充斥着腐败，而这也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托尔斯泰在他1854年的《塞瓦斯托波尔》诗歌中就曾这样描述俄罗斯军官：当他们在服役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获得金钱。在1998年，一名俄总检察长曾称，俄罗斯军队是俄罗斯最腐败的政府机构。如今种种现象表明了，从那之后，俄内部贪腐情况变得更糟了。其实，俄军内部腐败早在参军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俄罗斯境内，一般只有穷人才会允许自己被征召入伍，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员则是会通过贿赂医生或者招聘官来逃脱征召。根据早年的报道，在2007年，逃逸的费用大概是在5000到1万美元之间，高达70%的被征召人员会通过贿赂的方式逃脱兵役。这也使得俄军部队兵源匮乏，士兵一度陷入不健康的境地，给俄军留下了长期的健康和效率问题。俄空军司令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上校曾在2007年表示，每年征召入伍的 1.1 万名俄空军士兵中，有超过 10% 的人酗酒， 15% 的人生病或者营养不良，以及 30% 的人精神不稳定，情况十分不乐观。如果你被征召入伍成为义务兵，那么就会被视为下层中的下层，会被称为叔叔的年长士兵无情剥削。这种剥削呢，甚至包括无偿劳动。而如果你成为了一名合同兵，也就是军事专业人员，那么先不要高兴，虽然你进步了，但依然要被剥削，工资还是很低的，大概率要自费购买制服、靴子和燃料，而且较新的制服和合适的靴子市场无法买到，因为它们大多数已经被盗或者是被卖掉，你需要在网上购买。这里有一点相当讽刺啊，根据相关报道，北约剩余的靴子由于耐用性和舒适性备受俄军喜爱。此外，你可能还需要自费住宿费用。虽然你在军营里可以免费得到一张床位，但你不久就会发现屋内没有暖气，因为电费被偷或者是没有付清，然后你就会享受到俄罗斯的低温。不过呢，作为一名合同兵或者初级军官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可能会被派往军事仓库，这便为倒卖提供了很多机会。在俄国内 Avento 网站上充斥着被盗的军事装备的广告，现今有许多俄罗斯博客正在筹集资金，为在乌境内的前线部队采购装备。讽刺的是，他们购买的许多武器可能就是从俄罗斯军事仓库倒卖过来的。毕竟对于腐败的俄军需官来说，俄乌战争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甚至就连坦克都不能幸免于难。根据报道，之前储备的 T72 在2022年3月从仓库运往乌克兰时，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电子设备、光学设备的，就连里面的引擎都被掏了出来。数据显示，可能只有不到一半能正常使用。而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个72吨的预制 Panther 2PU 指挥掩体在2020年初从列宁格勒州的一个军事基地被盗。虽然事件调查人员不能确定它发生了什么，但盗窃者大概率是为了里面的金属废料，毕竟那些金属的售价不菲。而在类似事件中，还发生过一名北方舰队的潜艇艇员私自盗走了用于控制核潜艇反应堆的设备部件，并且出售了由昂贵的靶钒合金制造的变阻器。此过程呢，导致该潜艇的反应堆失效，不得不说相当胆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俄军的中层军官。
在这个级别，你的生活会相对轻松一些，因为你能够指挥部队、监督基地以及签订合同。从基础的少校到上校，赚外快的机会非常多。你的福利甚至包括让义务兵为你建造别墅，或将他们出租给建筑工地、农场或者工厂卖苦力。当然了，义务兵期间不会得到任何报酬，这种情况甚至波及到了俄军中的导弹部队。另外，你还能保管义务兵的工资。由于俄罗斯军队基本都是用现金支付，你将能操纵预算分配为不存在的士兵发工资，然后将差额收入囊中。根据经典的果戈里作品，不存在的部队一般被称为死魂灵。当然了，死魂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1854年，《经济学人》报纸就曾报道俄军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实力。俄军往往只是纸上谈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那就是俄军军官有时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士兵。毕竟在2001年，尼古拉·科尔米尔采夫将军就曾表示，军队已经摸清了82%士兵人员的情况，而这还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成就。这情况呢，现今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根据2003年俄罗斯新消息报披露的数据显示，军队中至少有超过3万名死魂灵。在2012年，2名俄军东部军区军官谢尔盖·乌斯季诺夫上校和霍维克·巴巴扬少校的案件，详细说明了这一骗局是如何操作的。首先，巴巴扬负责为乌斯季诺夫立下的部队提供食品服务，期间呢，他伪造了由乌斯季诺夫署名的文件，里面比实际士兵多出了29000份额的食物，借此两人狂揽600万卢布，用于给不存在的死魂灵提供食物。而根据相关研究人员估计，有多达1/10的俄军士官在军事采购中存在贪腐现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前谢尔盖·塞尔金上校的案例。该军官呢，曾是北高加索军区的首席供应官，他在短短2年内就买下了一辆奥迪汽车、多套公寓以及一所房子，总价值高达20万美元。而他的采购资金呢，就是收受贿赂，期间购买了3500吨的劣质鳕鱼。这些鳕鱼一般是用作牲畜的食物，但他却将其作为军粮下发给部队。还有一名军官叶夫根尼·普斯托沃伊上校，期间担任俄军的装甲车采购主管。在2022年1月，他因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伪造电池合同倒卖贪污高达1300万美元。还有2名空军军官在库宾卡维持着一个利润超高的骗局，那就是倒卖军中飞机和弹药的备件。后来因为试图以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俄军绝密的苏27组件而被捕。除此之外呢，在莫斯科东南约45公里处的马利诺军用机场，还有一个更大的军官团伙在活动，他们大批量出售飞机发动机、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设备，在被捕之前每年贪腐数百万美元。而在俄罗斯远东军区，一名叫亚历山大·别列兹诺伊的上校，在2017年因贿赂指控被捕之前呢，曾在俄国防部食品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期间通过与贿赂他的当地企业家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贪腐了3.68亿卢布。还有一个骗局是奥威尔式的自愿强制征用。由于俄军内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军中设备和军需用品的申请购买报告往往迟迟没有批复，所以为了弥补这部分差额，下层官员被迫自付购买装备和公务旅行的费用。在早年间的一次被起诉案例中，一名俄军指挥官和警卫队长为了部队的需要，从立下军官中勒索了超过13.7万卢布，并威胁下属写一份关于其不当履行公务的报告。至于勒索的钱财，自然是收入囊中了。而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受到严格审查的以及媒体报道出的案件依然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案件并未被发现，而且就算被发现了，也从未被起诉或者并被掩盖了。那么俄军的腐败仅仅是表现于骗局和倒卖吗？当然不是，情况远不止如此。如果说卢布、珠宝、古董、豪宅和美女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这些都受到腐败的俄军官员的追捧。几百年来，腐败和无能一直存在于俄军部队中。比如在1854年的阿尔马河战役中，面对敌军的进攻，瓦西里·基里亚科夫中将本应指挥俄罗斯防御的左翼，却私自主持了一场喧闹的香槟派对，喝醉之后命令他的士兵向他认为是法国骑兵的部队直接开火，事实上却是他自己的基辅轻骑兵。还有就是被击败的俄军指挥官亚历山大·缅西科夫王子，
逃离后呢，法国士兵在他的马车里发现了沙皇的来信、5万法郎、法国色情小说、将军的靴子以及一些女士内衣，相当离谱。此后呢，各级军官的腐败在苏联时期也一直存在。在苏联解体后呢，全部爆发，进入了大众视野。后来在叶利钦时代，任何东西都能够由合适的价格出售。而盗窃的高峰期呢，是在1990年代，当时的军事预算被贪腐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少不明消失了超过20亿美元，有超过100名将军和海军上将被起诉。而这种情况呢，在俄罗斯高层时常出现。还有一个著名的就是前国防部设施部门负责人尼古拉·里亚比赫的案件。他在2016年曾与商人亚历山大·埃尔金一起因为1.18亿卢布合同欺诈而被定罪，两人伙同其他人员向该部收取了高昂的工作费用。那么此前贪腐的钱都去了哪儿呢？以埃尔金为例，他在自己50岁生日的前一天被捕，期间组织了一场耗资达数百万卢布的超大生日派对，租用了一座宫殿，里面的有古董桌布和窗帘，桌上镀金的烛台以及大型烟花，甚至还有艺术家为其助兴，奢靡程度可见一斑。而俄前国防部长阿纳托利·谢尔久科夫就在埃尔金的客人当中。在事件几个月之后呢，俄罗斯警方突袭了33岁金发美女叶夫根尼亚·瓦西里耶娃在莫斯科拥有13个房间的豪华公寓，惊讶地发现谢尔久科夫也在那里，而且身着浴袍。在公寓中发现了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珠宝、大量的现金、古董，以及从俄罗斯国防部博物馆借来的19世纪艺术品。在调查期间，他被正式软禁。这次事件呢，就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丑闻了。此前的谢尔久科夫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不仅担任了国防部长，还是大型设施公司国防服务公司的主席。瓦西里耶娃更是该公司的董事，但他明显缺乏相应的资历。虽然现今谢尔久科夫已经因贪腐而声名狼藉，正如他的一名下属后来所说的，他偷走了所有没有被登记确认的东西。不仅如此，任职期间呢，他还任命了许多有魅力的年轻女性，被称为亚马逊人或者女士营，都担任着高级职位。比如一名叫玛丽娜·丘布金娜的诗人，曾经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诗人，却被谢尔久科夫授予了相当于少将的军衔，负责维护俄罗斯的化学和核设施。而谢尔久科夫呢，虽然在2012年被普京解雇，但是却在2014年被普京特赦。根据相关报道，围绕谢尔久科夫的腐败丑闻，一共使俄罗斯损失了至少30亿卢布，成为了俄罗斯近来级别最高的贪腐案。当然，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这笔钱呢，想必是追不回来的。在谢尔久科夫下台之后呢，普京随即任命了谢尔盖·绍伊古成为新一任的国防部长。而绍伊古作为现今俄乌战争的策划者之一，一度被认为是两手干净的胶合板将军。但是好景不长，仅任职3年后，俄罗斯反对派活动家阿列克谢·纳瓦尼尔就揭露出绍伊古在莫斯科郊外拥有一座价值1800万美元的豪宅，是以他的女儿名义注册的，而绍伊古的年薪仅仅是12万美元。现今来看呢，自从2012年谢尔久科夫下台以来，俄军内部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在绍伊古的手下有所改善。那么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是造成俄军内部腐败的因素呢？答案就是在俄罗斯本土的黑帮文化上。在许多的电影和小说当中，俄罗斯黑手党是经常出现的词语，而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更是有着悠远的历史，能直接追溯到苏联之前。虽然苏联时期打击犯罪的力度很大，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名叫古拉格的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但是过度的努力适得其反，古拉格反而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培训和招募中心，并且刺激了早期帮派的形成。随后苏联官员和科克勃开始利用犯罪网络，借此满足国家无法满足的需求，或者是在作为随时不承认其存在的资产。后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犯罪网络开始利用经济自由化的机会，从早期的地下转到了地上运作。在苏联1991年解体的时候，其资产被私有化时，俄罗斯官员们时常求助于犯罪分子，借此帮助他们处理获得的国有资产。而现今俄罗斯刑事犯罪最重要方面之一呢，是 Krysha， 翻译过来呢就是屋顶，而这已经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保护伞。你从他们那里获得保护伞的庇佑，然后使你能合法或者其他方式来开展业务。
没有它的话，你可能会受到敌人和那些想从你那里偷东西的人的攻击，经常取代俄罗斯腐败且破碎的警察和司法系统。而保护伞呢，则是能通过现金支付、社会或者政治交换，以及通过贿赂来获得的。不仅适用于普通企业到高级政客的方方面面，还适用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直接从政府官员获得保护伞。可以说，俄罗斯武装部队腐败的根源就是保护伞。他们本身就极易受到黑帮的影响。在俄罗斯许多地区，有组织、有纪律的犯罪团伙恐吓、勒索几乎覆盖了整个军事单位。这些行为应该就是在保护伞的保护下实施的。举个例子，在2017年到2021年期间，在俄罗斯科迈罗沃州的尤尔加市有一个名叫穆达里斯·塔蒂科夫的黑帮成员，敲诈勒索了驻扎在当地的3个军事旅。该基地一度被俄军士兵称为“该死的地方”。具体行为就是在该基地的入口设立一个检查站，塔蒂科夫和通货们会在每月的10号勒索合同兵，掠夺他们本就堪忧的工资，拒绝的士兵会被殴打、羞辱以及被录像等等。期间，塔蒂科夫还吹嘘与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执法部门，甚至俄罗斯国内安全机构 FSB 都有关系，也就是他的保护伞。这件事情呢，大概率是真的，因为在他2021年2月被捕之前呢，很快就被释放了，相传是在行贿后获释。此外，俄罗斯的外贝卡利亚、乌兰乌德、车里宾斯克等区域都存在着类似的案件。这些事情呢，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大多是发生在俄罗斯政府权力薄弱、地方政府以及警察过度腐败的偏远区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啊，发生在靠近俄边境的一个叫做谢尔盖耶夫卡的村庄，那里有一个大型军事基地，许多年来驻扎在那里的炮兵师一直在被一个叫做鲁斯兰·科贝茨所组建的黑帮来勒索，而此人呢，就住在基地内部。他经常敲诈该基地的2500名士兵，并抢劫停靠在基地内的车辆，至少有一半的士兵向其付了保护伞的钱。而这帮人如此猖獗，就是该基地有给他充当保护伞的腐败军官。另外呢，你以为敲诈勒索仅仅是黑帮成员吗？这里面还有俄军士兵参与。在科贝茨一次殴打事件中呢，醉酒的科贝茨和同伙殴打了该基地多名军官，但事后呢，科贝茨依然没有被捕，原因也很简单，基地中的一些军官也是保护伞的一部分。可以说，保护伞存在于俄军各个级别中，大多数腐败案件之所以没有被曝光，也就是因为罪犯受到了保护，就算黑帮人员的活动被查明，大概率也不会被起诉。即使是被起诉了，保护伞也可以轻易让他们脱罪。比如大兵上述提到的谢尔盖·塞尔金上校的案子，他在受贿采购了3500吨劣质鳕鱼，并作为军队的粮食。虽然事发后呢，塞尔金被捕并且受审，但是法院呢并没有判处检察官要求的5年徒刑，而是判定其绝对无私地违反了法律。之后呢，被处以适度的罚款，并被释放。更离谱的是，事件后居然保留了他的军衔。之后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审判他的法官从塞尔金那里接收了约19万美元的贿赂。另外，根据塞尔金在法庭上的供词，从一开始案子就被俄军事司法系统的高层过问了。根据塞尔金的说法，莫斯科副军事检察官告诉他，表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价值50万美元。此外呢，俄军队最顶层也存在保护伞，比如上面说到的谢尔久科夫的事件，他在2012年因为30亿卢布的腐败案被解雇，并被指控犯有相对轻微的罪行，但在2014年就被普京给赦免了。当然，也有传言说到，他是由于在俄罗斯军队的改革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是出于政治而并非法律原因被抓的。那么事件中的瓦西里耶娃后来怎么样了呢？只能说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在被软禁期间，他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举办了猫咪肖像展览，并且推出了珠宝系列。期间呢，更是拍摄了一段音乐视频，并且送给了谢尔久科夫一份巴拉克·奥巴马的肖像。虽然其最终被判处5年监禁，并在2015年8月21号向流放地报到，但是5年刑期仅仅过去了5天，他就在8月25号被假释了。之后呢，瓦西里耶娃和谢尔久科夫更被重新接纳并进入上流社会。所以说，武装部队按照保护伞规则运作，如果在俄罗斯有足够强大的保护伞，那么所有事情都是被允许的。那么说了这么多俄罗斯腐败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呢，对俄军都造成哪些后果呢？在俄军当中，基本很少有军事腐败能够比驱逐舰舰长盗窃案更为可耻的。
根据俄罗斯海军所说，现今已经退役的现代级驱逐舰南望号，他的一名前指挥官曾与他人密谋，偷走了该舰的2个青铜螺旋桨，每个净重约13吨。事后用廉价的钢制螺旋桨代替，自己赚了3900万卢布。而这类事件已经出现在了俄乌战争中，从过时多年的口粮和医疗包，到士兵不得不在 ATEV 网站上自费购买防弹衣，再到军用车辆轮胎快速损坏，这些事件呢，很难将其和腐败区分开来。其实想要量化俄军腐败的规模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多数腐败从未被披露或者起诉。俄罗斯政府此前的一份声明表示，每年腐败造成的巨额损失正在逐年升高。根据俄罗斯政府公布的相关数据，仅2020年腐败就造成了至少580亿卢布的损失，高于2019年的550亿卢布。而在俄内部腐败的1万多名官员中，国防部以1337名官员成为第2大群体，占比 12.3%。有记录的腐败犯罪数量最多的则是公共安全领域，高达总数的 19.9%， 而国防部近几年腐败的人数则是增加了 30%。虽然没有说明这些事件呢给俄军内部造成多少损失，但是在2010年俄检察官的一份报告中，2008到2009年期间，腐败给俄军造成的损失翻了近1倍，已经超过了30亿卢布。俄罗斯报纸曾经计算了这些损失，能够买到下面这些装备中的任意一种，包括1到2枚白杨 M 核导弹，3到4架苏30或米格35飞机，3到4颗侦察卫星，8到10架米28N 或者卡52武装直升机，50到55辆 T90 坦克，75到80辆 BMP3 或者 BMP4 步兵战车，1艘守护级护卫舰，150到200个军人家庭的2栋公寓楼，13万士兵1年的食物，以及30到35万名士兵的军装，这代价不可谓不大。根据俄前外交部长安德烈·科季列夫的说法，俄罗斯用于军事现代化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偷走，用在了塞浦路斯的巨型游艇上。21世纪后，俄罗斯国防开支也反映出了这一点。在2001到2004年期间，俄总统普京将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从之前的550亿卢布增加到了1880亿卢布。而根据相关报道，2004年几乎没有资金到达国防承包商的手中，在俄国防部的内部就直接消失了。仅在2008年，先后有20名将军因腐败被起诉，另有1611名军官被判处刑罚，里面呢有160人是军事单位的现役指挥官。尽管如此，这几年呢类似的案件依然在增加。上述这些呢是俄军高层的腐败，我们再来看看腐败对于军队基层的影响。首先是征兵方面，多达 70% 的应征人员通过贿赂得到豁免，那些没能豁免的人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身体不健康的。2008年的秋季征兵有108万青年参加体检，其中呢34万人的诊断结果是患有疾病，要延迟服役，这比例显然是很不正常的。那么这些身体素质不合格的人入伍后，军队伙食情况会让他们有所改善吗？答案是否定的。军队腐败的代价就是士兵吃着腐烂且发霉的食物，而且供应商的骗局还意味着，与其采购充足的食物，不如提供更便宜或者较小分量的食物。再加上食物储存的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容易导致士兵大肠杆菌感染。至于士兵的住宿条件也是相当糟糕。根据此前的报道，位于列宁格勒州罗蒙诺索夫的海军训练中心里面，义务兵的住宿条件甚至比囚犯还差。大多数士兵被迫住进了废弃的营房里，不仅没有热水，营房还非常潮湿，到处都发霉了。里面只有一个可供180人使用的烘干机，而军队中规定不允许在散热器上烘干袜子，生病了也没有相关药物，护理人员只给苏打水和盐水漱漱口。而忽视和过度腐败的后果是致命的。2015年7月，鄂木斯克的一个军营突然倒塌，原因是施工不善，而且缺乏日常维护。负责维修的承包商本应在2年前进行维护，期间呢，因为腐败问题，这项工作并没有照常进行。事故一共导致了24名士兵死亡。此外，上述提到的将低等士兵，尤其是义务兵，出租给建筑工地或者工厂为军官谋利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士兵们的训练时间，导致他们在战斗时发现啥也不会，大大增加了伤亡比例。还有就是军官盗窃士兵的工资，有一个案例啊，是一个军官偷走了200名下属的工资，总额大约200万卢布，然后将这些钱都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那么可想而知，他手下的士气会有多么低落。
另外，盗窃和腐败造成俄军在战场时装备不足。前面提到的，由于仓库装备被倒卖，导致俄罗斯军事博主众筹捐款为部队士兵购买装备的事件，就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而且在俄乌战争早期，那些因为燃料耗尽而被俄军遗弃的车辆，也是由于俄军士兵在入侵乌克兰之前，向白俄罗斯非法出售了他们的车辆燃料，根本没有考虑到未来还需要的情况。不过，燃料贪污在俄军中算是极为常见了。至于燃料在俄军中被视为第二种货币，仅次于卢布。较重大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3名俄罗斯水手在塞瓦斯托波尔以360万卢布的超低价出售了126吨燃料。至于小规模的燃料盗窃呢，就更多了。另外就是频繁发生的机械故障，乌军为何能够截获那么多完好无损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腐败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举个例子，之前负责维护波罗的海舰队装甲车的彼得·皮文少将，曾在维修承包商还没有进行维修的情况下，出具了4辆坦克和10辆步兵战车已经维修完毕的证明。承包商呢是直接收了570万卢布，这里面不可能不存在贿赂情况。还有就是组件替换赚差价的现象，俄军卡车、轮式战车的轮胎之间经常发生故障，也就是因为质量好、价格高的俄制轮胎被质量低劣、价格便宜的其他轮胎给替换了。还有就是通讯方面，腐败的影响尤为严重。就比如说 R187P 阿扎塔无线电，绰号绿色鳄鱼，属为一款较为先进的无线电，宣称呢其通讯无法拦截，而该无线电呢每个开发阶段都涉及了腐败交易。2008年，由于俄军在格鲁吉亚战场深受通讯设备糟糕的影响，于是决心开发一款先进的无线电设备。虽然早期的目标定得很高，但是现实情况呢，目标并未完成。一家与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联系密切的公司，在2009年获得了180亿卢布的合同，负责开发和生产这款先进的无线电。按照预定计划呢，该无线电本应该是俄军人手一台的，但是在13年后发现，只生产出了大约6万台阿扎塔，被分发给了90万名军人。而就算这6万台呢都分发给俄乌前线的士兵，依然只能装备1/4的军队，甚至说俄军中持有阿扎塔的士兵还不到6万人。毕竟被盗的电台经常出现在 Avito 的网站上，在上面呢，一台造价30万卢布的阿扎塔只卖4万卢布。有趣的是，它的大部分部件甚至都不是俄罗斯自己制造的，承包商和腐败官员揽入了180亿卢布的1/3，然后用廉价的外国零件冒充了军用零部件，将巨额差价装进自己的口袋，导致前线作战的俄军士兵通讯困难。由于没有加密通讯的阿扎塔只能使用手机和廉价的模拟无线电，很容易就被乌军截获，收集俄军的位置信息后实施精准打击。总结来说呢，俄罗斯内部腐败问题对俄乌战争造成的影响，大概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弄清楚。俄军在战线上的溃败是不无道理的，腐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没有这么多腐败事件的话，那么俄军将士将会获得更多更好的装备，俄军士兵也将会有着更高昂的士气和充足的燃料，部队也会更加训练有素。对乌克兰士兵来说，他们正在与一支被腐败掏空的军队开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